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的班达马浪。那么今天来班达马浪做什么？苏珊今天来参加一个活动，由Jalan Kling 所举办的一个关于马来西亚半岛18个原住民之一，他的祭海节。这个原住民他的名字叫做 Mak Mary。那么在去之前，我们先来吃个早餐。来把生当然是要吃巴古德啦。今天吃的这家叫三美肉骨茶，它是这里蛮著名的一个肉骨茶品牌之一。好 ，Let's go。这里的肉骨茶它是1人1碗的啊。苏珊今天点的这个叫卡湾。摄影师点的是三长大，喝了吗？肉骨茶怎么能没有茶？完食刚刚苏珊点的那个叫卡湾，就是苏珊的外公每一次吃肉骨茶必点的一个部位。刚刚的那个负责人有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就是说这条街班达马浪，如果说巴库德是把生的代表美食，那么班达马浪这个地方就是肉骨茶的重镇。单一条街就有30几家肉骨茶。如果你1天3餐都吃肉骨茶，你要2个星期才吃得完。好了，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今天的主要活动的地点——布劳凯瑞。好，现在就到第一个村落。这个岛有5个村落，这个叫做Kampung Sungai Bumbun， 进去吧。马梅里原住民呢，不管男生女生，都是有一双巧手。男的可以去刻这些木雕面具，非常的精致。然后他们每一个木雕品呢，其实都有那个意识在那边。我常常把它说成是一个追梦人，因为他的木雕品啊，很多是完全没有起稿的，就是他想到什么，他梦中有什么，他就直接把它给画出来、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超级神奇的一件事。好，一生人他会刻3件，1件就是送给他的父母，1件是送给这个大自然。原住民跟大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取之大自然，他们就会去保护那个大自然。好，第3件他们会把它卖了，然后作为他的一个成家的一个基金。还有一点送给大自然的。我们时常会在一些森林河边都会发现这些他们留在大自然里面的一些木雕品，千万别把它好漂亮的带回家。马梅里在以前医学不文明的时候呢，他们是会有所谓的，他们不叫嬷嬷他们好像是叫三旺，就是一个医生，他们会把那个病人身上的一些肮脏物、不好的东西转移到一个木雕品身上，然后就把它丢弃在森林河边里面。所以你在森林里面看到很漂亮的木雕，你把它捡回家的话，是代表什么东西？你把那些肮脏的东西跟着带回家。所以在很久以前，他们还会做一只小船，把它放在那个船上面，让它飘出去。所以这个是早期医学不文明的时候，当然现在已经很少会看得见了。女士呢也有一双巧手，巧手做什么呢？大家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些编织品？他们用这个泥巴叶，或者是蒙光叶。蒙光的话，其实简单说就是在森林里面你看到，哇，这个好像斑斓叶，对啊，斑斓叶，只是那个斑斓叶有刺的，然后我们叫蒙光。当然，他们的舞蹈其实也有不少舞蹈。男士们的舞蹈呢，他们是打利安多贝就会戴面具的，每一个面具其实也代表不同的模样、不同的祖先。木雕这东西呢，其实它也是 UNESCO 认证的一个手工艺所以小个的可能花1-2个礼拜，大个的可能花整几个月甚至是半年，
价格可以从几百块去到5位数。所以在这么多18种原住民里面，马 Mary 的那一个关注点会很高，是因为他的这一个木雕。在这个 Pulau Keri 上面，它有5个原住民村落，2个印度的kampung，还有1个马来kampung。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第5个原住民的kampung，它是最靠海的，也是我们今天要来的这个地点。这个叫做 Kampung Sungai Juda。这5个原住民村子，他们会有不同的祭祖日。然后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村子，它是唯一一个会到海边祭祖的，他们也叫做祭海节。然后是在华人的正月农历初5。为什么这个村子它的祭海节就是它的祭祖日会选在华人的农历正月初5啊？因为他们问过他们的祖先，他们祖先说 OK。然后其实以前游客我们的外人是不能参与他们的祭海节的啊。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又可以参加呢？因为他的祖先又说了 OK，一切就是祖先说 OK 就行。然后他们的信仰其实是相信万物有灵的，所以 Mak Mary 在他们族语里面也叫做生灵之子。在这座岛上大概有1500个 Mak Mary 族人左右啦，然后还有印度人跟马来人。Lagi untung lah, biar lagu. Kalau keluar. Ini apa colaman ini? Kemana kau nak?跟着去。好，他们的信仰其实混合了很多马来西亚各类宗教，他们的文化，他们就吸取，然后就变成自己的文化，这样跟马来西亚有点像，很多元。对，所以他们的祭台跟华人的拜天公的也是有一点像。好，我们继续走。现在就是沿途要跟着他们到海边，大概3公里。所以我们现在赶上去，队伍在很前面。所以除了马来西亚各个宗教的文化，他们还吸取了西方文化。因为马来西亚以前是英殖民国家，你可以看到他拉小提琴，然后还有用马来人的gamelan，然后还有竹子，竹子应该就是原住民的乐器这样子。他们也是拍记录这个祭海节的一个剧组。好，可以看到他用到的那个烟也是用干纹烟。现在整个游行的队伍应该超过了200人，包括拍摄团队，非常的热闹。前面会有人拿旗子在前面领路的。
今天整个天气都非常晴朗，早上的时候还有一点阴天的，很好很好。为什么曼美瑞它的这个宗教习俗会跟华人很像？有几个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以前他们跟很多的华人通婚，所以华人的这个习俗就带到他们的族里面。那么还有另一个说法呢，就是当年他们住在森林里面，有很多蚊虫，然后他们驱赶蚊虫的材料没有了，后来就发现，哎，烧金银子好像不错这效果，还有烧干蚊烟，就是印度拜神的时候会使用的一个香这样子，所以这是有这样两个说法，蛮有趣的。squat 多下，squat 多下，整个人 squat 多下。在这座岛上可以看到有唯一一个就是华人神庙的牌匾，至今还不懂为什么这个牌匾在这里。看到苏珊身后这一片油棕林吗？现在在布劳克利上最主要的种植物就是油棕，然后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可可还有咖啡豆，那时候巴生也是咖啡豆最主要的输出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后来是橡胶，现在就是油棕。好，经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路程，现在来到他们的祭台这里，就是一个海边。然后现在在等退潮，才可以走到那个祭台那里进行祭祀。现在在这里休息，这里搭了一个小小的凉棚。他们祭台哦，其实就是一搭建就常年在这里，然后当他们要祭祀的前几天，他们就会到那个祭台做一个检查跟修复这样子。布劳凯瑞呢，它其实是雪兰莪州最大的离岛，不过它以前不是岛来的。当年他们为了运输，让那个船通行，他们就从嘎江那里引了一条河流下来，这一条河流就把布劳凯瑞给分离了。布劳凯瑞这个名字听着是不是很像英国人的名嘞？没有错，其实它就是以一个英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个英国人的名叫做 Edward Valentine John Carey。So Valentine 就是那个情人节咯，他的名字是听着很浪漫嘞。那么当年这个我们叫他 John Carey， 他就拥有了这座岛嘛，然后他就开始种植可可豆啊，然后种植这个咖啡豆。他们在种植可可豆跟咖啡豆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了害虫啃食他们的庄稼。然后 John Carey 就引进了乌鸦，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乌鸦在把生这样子。他的乌鸦是从哪里引进的呢？是从斯里兰卡啊。刚刚负责人就有告诉苏珊，其实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要特地从斯里兰卡引进啊。John Carey 呢，虽然讲他是英国人，但其实他是出生于斯里兰卡，所以他就从斯里兰卡引进了这些乌鸦。半个小时后，潮水已经退了，所以大家已经排着队走下去。非常多烂泥，好多人陷着。突然想到草东的一首歌，变成了一团烂泥，非常难走。刚刚是烂泥，然后到这里就有沙子了，比较好走。那么多人。
梅丽它叫森林之子，可是为什么它的祭祀活动是在海边呢？可能跟他们一个神话故事有关。相传就是曼梅丽他们来到布劳凯瑞其实是200多年前，然后在更之前，其实他们是在柔佛南部生存的一个原始部落，就是跟海有关的。那么有一次他们就在海上的时候就被海浪给拍翻了，那么他们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救起来，救他们到岸边。在他们到岸边的时候他们一抬头看到香蕉之一大片的香蕉林，他们就觉得是香蕉之神救了他们，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在海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祭祀活动。那么他们现在就在进行他们祭祀活动，他们现在做的动作就是在跟他们的祖先沟通。他们很重视祖先的，他们很多事情都会问过祖先，像刚刚书上有提到过的，就是游客可不可以参与，然后他们的祭祖仪式本来是不定日期的，所以他为了定一个日子，用了华人的农历正月初5也是问过祖先的。现在有一点像那个请神下神的一个仪式，然后他整个人就软瘫在那里。来，马里，走了，马里。还是一对吗？来，走吧。你啊，对。
bawa pun sudah slow akan kasih masuk lah. 他们完全不介意外人帮他们画镜子那些，刚刚苏珊也有帮忙啊，弄一弄这样子。Yang bang you jangan sana. Pasal nanti dia tiup pergi you punya muka. 舔那个Ong嘿不容易点呢，别风啊，风太大，kayu je lah, kayu. 要把它散开，dia slow dia sudah ada angin dia boleh bakar sendiri. 他们会想到这个办法，拿沙梨来我是觉得然后要讲点那个香刚才我看到香，我就觉得奇怪点炮还有可能，点香怎么点金子怎样点？哎呀，拿一个沙梨来那哇厉害！要剪了，有经验很多年了有很多年。哇ini semua ong ong betul ong. Terima kasih. OK. 哎，你没有撒一下？可以啊。可以。那边。打开手掌。OK, thank you. 这个烟标在你的手，就是代表一个祝福的仪式。然后刚刚就点炮仗，然后他们刚刚发现，香上面好像一组数字。马来西亚人很多人喜欢买的叫万字，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他们就在拍照，看有没有这个武器，然后就去当做一个小的武器。What itu mas? Mas dulu sedikit, mas di sini bumbu menyerah. Oh bumbu menyerah. Kita taruh bang, mas bumbu menyerah. Oh bumbu buat saja. Bumbu tuan. 这样就是。准备走回去，大概也是一个3公里的路程。现在整个祭祀活动就结束了，然后他们就搭了很长的一个那个 buffet 的桌子，然后就在那里享用他们的食物。好，结束了整个祭祀活动，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距离刚刚那个村子大概5分钟车程的一家酒店，也是在布劳格里上面。刚刚那个村民哥就有告诉苏珊，其实在他们那里有一个华人神庙，就是顺天宫，跟他们的村的历史其实差不多一样长，也是超过100年了的。苏珊现在戴的这个头饰它有意思的，就是你参加他们的祭祀活动的时候，他会献给你这个头饰，就是说，你是他们的自己人，你是他们的后米，所以你们也是后米。听这个活动的负责人说这家酒店它的野水非常不错，我们去试试看。椰子水来了，清甜。好，点了一个法式洋葱汤然后搭配这个 garlic 面包，然后这个是 carbonara， 然后有popcorn汁，先来一口洋葱汤。微甜，然后淡淡的洋葱味，然后上面的是那个牛油的味道。苏珊上次有看一个节目，它是关于传统洋葱汤的，它其实是把那个吐司盖在汤上面一起去烤，所以它的整个面包是软软的。这个是比较现代的。
它的奶味非常重，然后鲜香啊。好，完食刚刚的椰子一颗是10块钱，然后比较推荐的只是椰子啊。然后在苏珊身后的这个是一个以 Mount Mary 为主题的一个水上乐园。然后苏珊刚刚跟负责人聊天，负责人有提到这个水上乐园的后面有一座山，它叫做ham刷，就是当地的华人对它的一个称呼啦，因为它长得很像西ham。好，我们接着去下一站。好，现在苏珊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巧克力工厂，里面非常多的巧克力，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大家把你要不要然后表现一下？手他没有吃到效果。Bestseller Latina, Alfredo tiramisu cheese. Lepas tu ni chocolate. Itu sedap juga. Dia rasa masin-masin. Ni pun antara bestseller. Ni yang terbaru lah. Bestseller. Ya. Sekarang kita ada kunafa. Tapi kita tak ada tester kita dah habis. Kunafa yang terbaru. Pistachio dekat dalam. Oh, rasa. Original. Mana satu yang ada dark chocolate size besar? Mana satu? Kita ada yang cherry lah. Dark chocolate. Cuma itu berapa yang saya nak cakap 85% lah. Dia punya dark. Tapi yang ni betul-betul nanti naik. Oh, betul-betul nanti. Okey. 99 yang ni 99. Nanti naik. Kalau yang ni kita tak ada tester. Yang tak apa, saya try nanti. Tapi ni memang sedap. Saya suka. 很苦一下，这个完全没有糖的，99%黑巧克力。Ni kita bagi sikit. Okey. 好，稍微买一些巧克力，然后这里它是专门卖他自己生产的巧克力，有代理的，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天苏珊买的就是他自己的品牌。然后这里这个地点，它距离刚刚那个布劳凯利大概10分钟车程，它其实就是布劳凯利出来就到了。然后在苏珊隔壁，这里有种植了一些可可树，就是给我们参观看一下可可长什么样，就在这里。可可果，苏珊在还没看到实物之前呢，一直觉得它是很小颗的。然后刚刚负责人有说，它的果实是白色的，然后吃下去有一点像山竹，酸酸甜甜的。你看它的可可果是长在这个主要的枝干上面的，然后比苏珊的拳头还要大。好，现在来到一家位于布劳凯利的隐藏日式料理啊，它蛮里面的，大家进来的时候不要怀疑自己，它叫做大福屋 Daifuku Japanese Restaurant。Let's go。平时都倒中国茶，今天倒绿茶。吃日式料理的品味。阳性的日语怎么说？阳性ですか？气死人！这家餐厅不给餐具，开个玩笑。寿司必备。芥末 wasabi， 一点甜酱油，这个是醋腌姜片，来一点。来吃它的担担乌冬面，这个是泡菜汤，然后这个是海苔、鱼板、流心蛋，然后有一些肉碎，它和了。
来一口汤头，老规矩。它的泡菜调味会比较偏清香一点，好喝。最近苏珊才看到阿星啊去探了日本。它的面是比较偏软的，非常舒服的一碗料理。来一个流心蛋，蛋黄很棒哦。炸干贝米纸卷，苏珊特别好奇这道料理，它上面有炸的干贝，有美乃滋鱼卵，然后它皮有一点像越南春卷。它的皮啊，咬下去是薄薄的一层膜，然后里面有一些馅料是炸的，然后咸香的，然后有搭配一些黄瓜丝，很清爽。哦，那干贝很嫩哦，很棒。再来一个。好，这个是经典寿司拼盘，上面的是明太子酱，然后它有炙烧了一点点。来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生鱼片。超级无敌好吃！一般上我们的寿司就是饭团咯、紫菜咯，然后包，然后上面随便撒一点酱。它这个就是饭团，你看它捏得很好，粒粒分明，然后上面放了明太子酱，然后撒了海苔碎，然后它的炙烧是重点，你整个就吃到炭火的味道。おいしい、乾杯。Yes， 以前呢，有一个专业的日本师傅说过，这个寿司呢，你要吃的时候，如果要沾 wasabi， 不要用饭团去沾，会太咸，要用料。然后是这里的招牌龙船寿司，超级无敌多人推，想要试看一口吃。所谓的龙船啊，其实就是虾子啊。传说虾，当它越过了龙门，它就会成为一个好的足球员，不是，就是一个飞龙在天的意思。然后它里面就是饭团，它是用腐皮包着，腐皮就是甜腐皮，然后里面的那个脆物很棒，它增加了很多口感。吃个福袋，今天是正月初5，福气满满。波春鱼，起点柠檬，哇，很爽很爽。先吃尾。它鱼骨可以直接咬，然后有鱼卵。完食，还打包了，加上打包才104块，超级无敌便宜，非常好吃。如果你有时间啊，不是在附近啊，你只要在雪兰兰州啊，都推荐你过来吃。然后纠正一下，刚刚那个不是经典，那个是明太子。Yes。